干什么？那不睡觉吗？大哥，恁继续，不好意思打扰了哈，灯给恁留着。但那破东西不觉得闷呀？摘下来透透气，别装神弄鬼的了。怎么着，还想会会我的刀法吗？怎么样？我刀法还行吧？别硬撑了，还能藏得住吗？还能跑？
你是谁？你别过来！你别杀我！你别过来！你是耿大吗？耿大，你是耿大吗？再热闹点，再热闹点！耿大，我知道你死的冤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知道我胆小。你不要吓我！我说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啊！你还可以换面具。
来呀，带人犯。带人犯。堂下所跪何人？民妇黄爱玉，叩见知府大老爷。范妇黄爱玉，你可知因何本府将你缉拿到此？民妇不知。当真不知？民妇只知道，昨晚老爷夜闯我家，装神弄鬼，吓唬民妇。哦，好，那本府再来问你，昨日见到鬼魂之后，你又说了些什么呢？民妇当时惊恐万分，说了什么？不记得。不记得不怕，本府找人替你回忆一下。来呀，带证人刘喜。小人刘喜儿参见知府大人。证人刘喜，将你在昨日晚间所见所闻，同时再说一遍。是大人，小人昨晚前往黄爱玉家中，亲耳听到她说耿大死得冤。耿大，我知道你死得冤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知道我胆小，你不要吓我。也就是说，你确定昨日晚间看见一个男人从范妇家中走出，而且在见到鬼魂之后，你亲耳听到范妇黄爱玉说出自己勾结奸夫、谋害亲夫一事，对吗？正是。黄爱玉，你还有何话讲？有。如果民妇没记错的话，这个证人就是知府大老爷的家仆吧？是又怎样？难道你还要诬陷本官勾结家奴陷害你不成？大人，那天民妇曾于夜晚在街边为亡夫烧纸，您还记得这事儿吗？当然记得。那大人可还记得那天晚上您调戏民妇一事？大胆黄爱玉，本官见过你确实不假，何曾有调戏一事？不许在公堂上胡说八道。是啊，那天晚上只有大人和民妇2个人，是否有过调戏，无人能够作证。可是民妇想问大人，无缘无故的，您为何要带着您的家仆去我家探案呢？那是因为大人看到你的红肚兜了。哎，那大人是怎么看到的？他这还有这种事儿？假的呀！这成何体统？就是他是假的吧？这我哎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视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老爷去抓那个小寡妇？我也是刚刚听说的，老爷把她抓回来了，正审着呢。自己去抓的？老爷跟刘喜儿。那子枫呢？怎么半天没看着他？他一晚上都没回来。那你就等了他一晚上，一夜没睡？没有。还想瞒得住我？想当年，我就是这么一夜一夜的等着老爷办案回家的。可现在呢，他却瞒着我，半夜去抓那个小寡妇。范妇黄爱玉，你可知诬陷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？民妇并没有说什么，公道自在人心。那，你可敢让本官开棺验尸啊？啊！大人，家父病亡刚满7日，您便要开棺验尸？太过分了！死者为大人。
也罢，民妇自知无力阻止，悉听尊便。哎呀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对呀，这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欺负一个弱女子。对呀，作为一个贪官，又来了个糊涂官，这东昌府啊是见不得青天了。来，即刻赶往坟地，开棺验尸。大人来了，闪开！大人来了，闪开！来了，挖吧，挖，开始挖！真要挖！要是挖啊，看着能挖出什么来？就是让他挖！哪有这样做官的？怎么这样的事儿？太过分了！这查不出什么来，看他怎么交代。是，看他怎么交代。可以。老爷，是不是有点大了？那还不是你弄的，这都是你惹的痦子。俺就是实话实说的呀，实话实说，你得分个时候啊！你这怎么弄？你把老爷逼到这个份上，你看见那个坑，一会儿出点事就把你埋的。老爷，俺不是上一边站着。行了，放下吧，我来。我来吧，我来。笑什么呢？啊，那人醒了。醒了你不早说。多谢兄弟，不客气。哎，兄弟你醒了，多谢大哥出手相救，请恕在下。哎，别，你坐。坐。哎，秦大哥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。有劳大嫂。兄弟，昨夜你与那怪人交手，啊，还被这只毒蜂蛰伤。毒蜂？你还记得被他蛰伤之后都发生什么了吗？我隐约看见，那个怪人可分身与我打斗。他那张脸起初不见真容，只有蓝光闪烁，之后便换了一张极其可怕的脸，直接扑向我，撕咬我，我根本无力反抗。这些画面我都没有见过，想必是你被他蛰伤之后产生的幻觉。幻觉？嗯，可那也太真实了吧！哎，差点忘了，敢问大哥尊姓大名啊？啊，在下秦朗，是这个宾满楼的半个掌柜的。掌柜，怎会有如此好的身手？哎，我哥以前是捕头。虎子，原来如此啊！那您二位是？像我，葛春。哎，哦，还没请教兄弟你，在下贺子峰，我是。哎，走啊，咱们快去看看这新来的知府刘墉啊！听说要开棺验尸了。啊，走，看看去，走。哎呦，索大人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有失远迎啊！啊，索大人在这儿呢。呵，你瞧我这脑子，哎呦，索大人，您海涵。你说相识这么多年，你说这个什么眼神啊你？什么老相识？咱哪儿见过呀？不是，刘墉啊，哎，这么些年我没得罪过你吧？不是您怎么说话，索大人？您得罪我也不敢跟您失礼啊，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您提个醒。告辞。
哎，别，所大，你瞧您这人，这不是跟您斗呢吗？你这不识斗哦，您不识斗，这人不识斗。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没正形呢？你不打不闹不热闹吧？开玩笑，来，里边请。索大人还在泰安当知府呢，是吧？来，哎，不是，你到底认不认识我呀？认识啊，泰安知府索伦图索大人嘛，谁不知道啊？好，刘墉啊，好一个泰安知府索大人啊！我看咱们俩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了啊！有必要吗？哟，闪！闪开！卑职东昌知府刘墉拜见总兵大人。刘墉啊，我以为你现在狂的连字儿都不认识了。总兵大人说笑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多谢总兵大人。刘墉啊，哎，你了解我这个人啊？哎，我这说话办事不会绕弯子直来直去的。我这次到你这儿来，我是到你这求个人情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面子啊？总兵大人就没这个话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您说。我想管你要个人。谁呀？草民徐武拜见知府大人。你呀？啊不，你瞎寻摸什么呀？总兵大人在这儿呢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关于黄爱玉与人通奸、谋害亲夫一案，草民知道真凶是谁。你知道谁呀？是草民府上一个门客。哦，那你把他领来吧。知府大人，这个门客是草民的故友之托，所以还望大人网开一面。哦，明白了。总兵大人，您说您要那人就是他那门客是吧？明知故问。嗨，我当多大点事儿呢？哎呦，可以，没得说。妥了，那我就多谢刘大人了。哎呦，不客气，总兵大人。这么着，你呀，把你那人叫来，等我审完了，我就把这人交给总兵大人。对啊，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说话不算话啊？索大人，我这人说话永远吐痛砸坑，绝无戏言。凡事他不有个流程吗？说话当真，绝无虚言呐。左大人，去年在京城朝堂上那事儿，不就那事儿，我食言没有？没，你看，你不说你不认识我吗？你看，左大人呢，当着这么些人，我这都知府，这不是面上无光吗？你这个，你混的，你这个。行了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好，放心，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。行，好说，明白。媳妇儿，带茶，快，二堂带茶，走，来。大人，这些银子知府送的呀，那您就收了。不要白不要啊。不是，可是这没什么可是啊。本府初到东昌，什么都没带，出了一口破锅，连点家当都没有。这不是正好钱来了吗？咱也办点家当，是吧？那个黄爱玉的案子还查吗？没说不查呀。那铁桥里的盗尸案呢？查呀，都得查呀。大人，之前卑职建议您此案不了了之，实属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还请大人原谅。秦捕头，
怎么了？你以为我逗着你玩呢？那这徐武送的银子您还真收啊？那怎么着？我还给他送回去是怎么着？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处理这批赃银呢？不跟你说了吗？置办点家当。你们呢？想什么呢？你们真以为本府是个赃官啊？我要是个赃官，我能被贬到这东厂府来？我说置办点家当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，我是说给衙门置办点家当。木南姑娘，你看那天你晚上偷偷上尸房去检查胡江的尸体，那么容易就进去了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咱们缺人手。啊，还真是。哪天万一丢一具重要的尸体，咱不就抓瞎了吗？还有啊，我看了看这个东昌府的卷宗，赊欠甚多。当然，这是上任知府留下的，我可以不认。可是仔细一看，除了是本地的商人，就是普通老百姓。你这钱你老欠着人家，人家人心不安呐。啊！大人所言极是。行了，咱们这么着啊，专管专用，定期的咱们做公开明示，这行了吧？收起来吧。哎，财去人安乐，老爷呀，准备好好睡一觉了啊。大人，那还接着分析案情吗？甭分析了，还分析什么呀？徐武现在正忙着给咱抓人呢。孙天豹，你他娘的什么意思？听说你淫人妻子，杀人夫君，这一大早还跑去坟地盗取被你杀害人的尸体。我看你这本事可真是不小啊！你他娘的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？再说，就算是我干的，咱们同为徐五爷府上的门客，你有什么权利抓我？那我没有权利抓你呢。徐五爷，别叫李，别以为你干的那些龌龊事我不知道。这里可是东昌府。徐五爷，这住口！有你说话的时候。文天豹，兄弟们，给我招呼招呼他！秦捕头，你用这个看得清楚。你拔出来，拔出来，抽出来。太小了，不是你拿反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哎，我会了。
想不到徐五爷的府上还真有不少高手啊，让人大开眼界喽。哎呀，大人见笑，这不过都是爷三脚猫的功夫。哎，徐五爷谦虚了，就这些个高手，随便拎一个放在我的军营里，那都是难逢敌手啊。哦，如果大人需要，随时开口。那倒不必。你现在买卖做大了，手底下有几个高手也是一种保护嘛。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啊？啊？哪里？我看看。你的招我太熟悉了。好了，先把他关入柴房，等他醒了，我再亲自带他去衙门治罪。先把他关入柴房，等他醒了，我再亲自带他去衙门治罪。是。走。这个铁脚李这么难抓呀？啊？好在是把他擒住了，没想到徐武这次没有护短啊。能不护短吗？你以为那银子是白送的？行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出去迎迎去了。嗯。刘大人啊，干嘛呢？总盯着一个糙老爷们的后腚，你干什么呢？我从我这儿啊能看见您脸。行了，案子明白了。铁脚李勾引人妻，谋害其夫，罪不容赦，本府判斩立决。行了啊，预备口供，让他摁手印吧。是。左大人，您看这案子我这么办，您还满意吗？满意。刘大人秉公执法，我非常满意。行嘞，满意就好。那左大人，您看什么时候您把人带走啊？越快越好啊。大人，那耿大的尸体呢？案子都结了，要尸首干什么呀？兄儿，这买替身，这得花钱呢。这个哦，明白啊！多谢啊。
大人，你就这么把铁角里给放走了？哎，不放不行啊。这索伦图是曹州镇的总兵，咱们东昌府在他管辖之内，惹不起呀。再说了，真凶绝对不是铁角里。不是铁角里，那是谁啊？黄爱玉的奸夫我见过一面，虽说只是个背影，那也可以断定不是铁角里。不是铁角里，那他为什么还把耿大的尸体给盗走了？大人，他是不是有人指使啊？秦捕头，如果说啊，你手下有一人犯了错，你又想保他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肯定让他远走高飞啊！哎，说的是心里话，人嘛都有私心。你看看这个徐武，他明知道铁角里犯的这是死罪呀，他反而托索伦图过来给他说情。那么如果说日后他想把铁角里留在身边为他所用，这是情有可原的。你们再看看铁角里那条右腿，练了半辈子的右脚都让他给打残了，这不欲盖弥彰吗？以大人这么说，这真凶是徐武，那他为什么做这种此地无银300两的事儿啊？这个此地无银300两，正是徐武的高明所在。我断他根本就不想把铁角里带回去，他是诚心想让我怀疑他，我怀疑他就会扣住他铁角里不放，那么我跟索伦图的关系就会恶化。你们不懂啊，任何一个州府最怕出现的事儿是府衙跟当地驻军出现矛盾，一旦这两边闹翻了，就会惊动朝廷，朝廷会权衡利弊，到那时候怎么办？只能把我调回京城，此案不了了之。我明白了，铁角里盗尸那一刻起，就在徐武的精心策划当中。那这徐武可是走了一步险棋啊！万一铁角里反水，不就把他给供出来了吗？任何人都有他的软肋，大人，这徐武的胃口不小啊。他呀，他就光知道我不肯跟他同流合污，他不知道我有另外一面。我跟他杠上了，我走。五爷，进来。五爷，铁角里都安顿好了。您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哎，五爷，如今功德圆满之际，因何唉声叹气呀？看似功德圆满，实则危机四伏啊！您怎么这么说呀？这个刘墉，这么轻易的就放出了铁角里，连耿大的尸首下落都不问，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呀。五爷，那也许是因为刘墉怕和索伦图大人闹僵了，所以……这个刘墉是出了名的难缠，据说在京城，就连皇上都得让着他3分。他会害怕一个区区的总兵吗？那或许刘墉呢，就认为铁角里就是杀害耿大的真凶。黄爱玉被抓的当天晚上，我刚从他家里出来。啊！我想刘墉是看见我了，要不然他不会对铁角里的背影看那么久。就赖那个算命先生出这么个馊主意，反倒害得我引火烧身呐！五爷，那干脆咱们就，把刘墉杀了。哼！
我要是能解决掉刘墉，还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？刘墉当初可是朝廷一品大员，他要是在这儿出事儿，恐怕整个山东都得变天儿喽。那五爷，我该怎么办？继续盯着刘墉，看他到底耍什么花样。去吧。是五爷。董长，董长，少爷，杨秀林，追！兄弟们辛苦了啊，辛苦了啊，辛苦辛苦，都慢着点啊，慢着点。哎呀，此事全仰仗府台大人和兄弟们了啊！徐五爷破费了。哎呀，哪里，这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都抓点紧，小心一点，快着点儿。五爷，五爷，刘墉出动了，消息准确吗？绝对准确。我派人到怡红院证实过了。官府一共派出多少人？据说不少人，最起码20多人。哼，看来刘墉是按捺不住。是。铁角里现在什么地方？五爷您放心，我已经把他安排在了一个空宅子里边。好，去告诉铁角里，让他稍安勿躁。好，一切我来想办法。还有，给他多送点吃的，让他这几天不要出门。是。哎呦，您来啦！哎，等等，这怎么样？新到的。我觉得新到的。是吗？本县的青菜，看一看吧。这次我来2盒吧，好吧。还有张嫂出来买菜啊！徐管家来了，来了。徐管家，五爷怎么说？五爷让你先避一避，他会想办法。我那怡红院的小翠，放心吧，五爷会替你照看的。哎，放好了。哎，哥，就这院，人都在吗？在。刚刚还有人给他送东西呢。打扮成这样，快点吧。可以啊，抓他！这是五爷让我给你带来的，替我谢过五爷了。放心，五爷不会亏待你的。好好保重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这。秦朗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之象。哎呦，滚他娘！你什么事儿？滚！你敢打我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徐管家，徐管家，自己造的孽，没人帮得了你。为什么要盗耿大的尸体？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？在大人那儿结了，在我这儿没结。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？我招！我招！我说，我居然说，黄爱玉是我睡的，
耿大是我杀的，尸体也是我盗走的，你抓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武子，你怎么了？武子，大哥，肉里有毒！不是我，你竟然下毒！不是我，那是谁？徐武，你这王八蛋，想杀我灭口！像武装的还挺像。铁窖里招了没有？全招了。就是这个徐武指使的铁窖里去盗的耿大的尸体，而且这个耿大正是徐武所杀。尸体现在在哪儿？我已经派人取回了。通知邱武座准备验尸。是。什么？铁窖里招了？是啊，五爷，要不然刘文他们怎么知道耿大的尸体放在哪儿？刘墉，有你的！怎么样啊？大人，耿大的尸体体表浮肿，我怀疑有中毒的可能，进一步确认需要解剖。这还得解剖啊！如果是中毒，五脏六腑肯定会留下痕迹。哎，是不是又是死于毒风呢？这体表浮肿的厉害，倒是没有看出毒风杀人类似的症状，进一步确认还是得解剖。行，按你的想法来吧。是的，大人。老爷，把和苏大人求见。让他等会儿，我这忙着呢。不是，怎么着？你还不走啊？有什么事您交代呗，我在这又不碍事儿。那行吧，你过来陪着孟南姑娘啊，顺便学学本事。拜见知府大人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这忙着呢。是这样的，有人请大人喝酒。都忙成什么样了，喝什么？谁要请我喝酒？啊，就是给咱们衙门捐了许多银子的徐武爷。哦，看来这是要明着来呀。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在哪儿啊？什么时候请我喝呀？啊，就在今天晚上，醉香楼，全东昌府最好的酒楼。还有谁？您到了就知道了。好吧，你告诉他，我应了他了啊。谢谢刘大人，我这就去跟徐五爷说一声。嗯，去吧。哎。哎，杏儿啊，平时嘴皮子特溜，一到正事就白搭。你怎么样了，孟南姑娘？大人，你看，我找到证据了，基本确认是因为慢性毒药，只不过这个毒药还在确认中。嗯，我去看看他。喜儿，没事吧？大人，我刚才看见达阿苏了，他耍什么花样？他呀，他呢是帮徐武带信儿，说要在醉香楼请我喝酒。他请您喝酒？嗯，不会是鸿门宴吧？哎，那他倒不敢。我估计是当着一众官员当面向我求情吧。大人，您可千万不能给他机会啊，否则您很有可能得罪府内一大批官员。管得了那个？去捕头，
邱仵作已经找到了耿大真正的死因，中毒而死。一你之间呢？那既然和铁角里的证词相吻合，就可以实施抓捕了。大人，真不幸，这个徐武啊，门下爪牙众多，如果真狗急跳墙，两边动起手来，会有伤亡。就趁着喝酒吧，趁着喝酒把他抓了就完了。大人，我是担心在酒局上抓他会对我们抓捕工作造成不利，除非有缉拿公函。缉拿公函还真不能批。你知道他的人跟衙门口什么关系啊？一旦批公函，消息就走漏，你就抓不成了。先抓人，当场再批。明白。停，坐轿。恭请刘大人。恭请刘大人。大人，这是吃饭呢，还是吓唬本官呢？来这么老些人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瞧您说的，就是吃个便饭。刘大人，里边请。啊，好。哎，请，来，各位请。这位徐武怎么还没来呀？哦，回大人，他有可能是给您备礼物去了吧？哦，您先喝茶，您先喝茶。各位，你们跟这位徐武都是什么关系啊？回大人，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徐五爷曾经帮助过本部。是啊，大人，这徐五爷对东昌府的贡献，那可是有目共睹啊！是啊。大人，要不我先给您备点点心，先垫两口。好啊，给他们上点心。是。徐武这是备什么礼去了？多大功夫了还不来？要不卑职去看看？不必了。哎，再给各位大人上点点心。好，再一人上一盘点心。哥，干什么？徐武，徐武跑出城了。什么？徐武出城了。大人，徐武跑了。追！无论如何击杀他。是。坐下。而等回去之后，好好反省，随时停餐。
跑了徐武，定不与尔等甘休。再有，把眼前点心都给我吃干净了，不吃完不许走。老爷，他们追上来了。多少人啊？别着急，别慌，也就7、8个人。7、8个人，哼，不自量力。张头是。徐五爷，刘大人还等着您做东呢，您这么不告而别，不合适吧？秦捕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，真是该扔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愣让我给忘了。不过现在在下确实有急事要办，还烦劳秦捕头禀告知府大人，等在下办完事，一定登门谢罪。对不住，刘大人有令，必须叫您回去一趟。一点都不能通融吗？我也是奉命行事啊。好，那就看秦捕头有多大本事了。你这是想公开和官府作对吗？就凭你一个小小的捕快，说句话就能代表官府？你是嫌犯，我今天必须抓你。好啊，那就来吧。抗令不遵，这就是下场。还有谁敢动？拿下！带人犯。带人犯。主，上得公堂见了本官，因何不跪啊？哼，刘大人，我因何要跪呀？放肆！你一介草民，公堂之上，岂容你撒野？在这东昌府的公堂之上，我徐武从来不跪，即便是上任知府，也得赐我个上座。好，葛春何在？卑职在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是他徐武的骨头硬啊，
还是我公堂上的杀威棒硬？给我打！是。好，好。跪便跪，我看看你能奈我何？徐武，你跪的是王法，跪的是大清。如若不跪，便是对王法不忠，对大清不尊。再有下回，绝不轻饶。刘大人，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。我跪下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我徐武罪犯哪条啊？好，来呀，带范妇黄爱玉。民妇叩见大人。黄爱玉，现将你勾结徐武，毒死亲夫一案，在公堂上讲得清清楚楚，如有半句不实，罪加一等。大人，我没有杀耿大，是徐武杀的。徐武多次骚扰民妇，强迫民妇屈从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真的杀了耿大呀！大人，黄爱玉，你几次三番勾引我不成，我不堪其扰，却也没跟你计较。想不到，今日你却在这里红口白牙的血口喷人。我勾引你，你竟然丧尽天良说出这种话！徐武，你个王八蛋！放肆！请大人明鉴。他徐武多年在东昌府横行霸道，为非作歹，东昌府百姓无人不知。如今他盯上民妇，还让民妇下毒谋害亲夫，民妇不从，他便自己找人下手犯下此案。黄爱玉，所谓人言可畏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待案情查清之后，本府一定给你一个公道。谢大人。徐武，我来问你，你说你没有杀人，那你为什么逃走呢？哼，我去济南府是做生意，谈何逃跑啊？还敢狡辩！若不是本府及时将你缉拿归案，恐怕你早就逃之夭夭了。来人，带证人铁脚令。徐武，你作奸犯科，强占民妇，指使你的佣人铁脚里挖坟刨尸，现有他呈堂证供，你可认罪啊？黄爱玉一案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黄爱玉，你确系被徐武欺压，但是不是从犯，可有知情不报之嫌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容。现将你收监3年，希望引以为戒。谢青天大老爷。铁脚里，刨坟掘尸，按律当斩呐，但你有戴罪立功的表现，现着发配边疆。多谢大人。徐武，你杀人盗尸，更牵连其他案件，现将你收在监中，待日后查清之后，另行定罪。我徐武在这东昌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用人无数，官商名流都是我的座上宾客，在这儿没人敢定我的罪。好，今天本府当着众人把话撂这儿，甭管他是谁，后台有多硬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看本官是否可将你治罪？来呀，走起！好，青天大老爷，好官呐，真是为人做主啊！你敢私压良民？
老爷，这个徐武他也太猖狂了吧，在堂上还不下跪啊？是啊，你看他威风吗？他威风什么呀？他那就是猖狂。今儿啊，你说说，我要是不当这个知府的话，他这个案子可怎么结呀？这就不好说。要不是老爷你把徐武识破，那铁角里和黄爱玉应该就成了奸夫淫妇了，也就成了徐武的替罪羊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一嘴啊，10个案子8个跟他有关系，3年5条人命，你看现在摘的一干二净，跟他没关系。怪不得这个徐武那么猖狂，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啊！看来他是在东昌府很吃得开啊。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你看看这个，啊，山东地面上官商勾结都干到这个份上了，还有人给他撑腰，你看见？老爷，我就说你就应该把徐武一刀砍了，谁撑腰办谁。不行，媳儿，咱们刚到。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得慢慢来。老爷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我怕什么？你不怕你昨天审的就不对，你就手软了。手软了？嗯。那搁你怎么弄啊？要是换做我的话，明天继续开堂，把老百姓全都叫来，看着，他们上来一个砍一个，上来一个砍一个，带上一个砍一个，带上一个砍一个。徐武砍掉，黄爱玉砍掉，铁角里砍掉，完了。都砍了啊！哦，那问你看完之后，皇上会怎么说呢？皇上不会说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皇上把你贬到知府了。你也说过吗？县官县官。那老百姓会怎么说呢？老百姓肯定会说老爷你好啊，帮大家除掉了一个恶霸。那这仨人会怎么说呀？他们3个人干什么自己心里清楚，这死了也活该。你就这么断案？啊，那问问你，证据呢？徐武屁股后头这么多事儿，找谁去？咱们来山东这个案子怎么往下查？你一个官府查案子没证据，你怎么立案？老爷，你让我想想。你想什么？我现在打你没证据行吗？我现在这么打你，我就不问原因，没有证据行吗？哎呀，我想，你这就能断了？怎么了？这是还打上了？喜儿，你怎么又气着老爷了？呀，不是夫人，我跟老爷出了一个好的主意，老爷就是听不进去啊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我特意啊给你熬了鸡汤，尝尝。多谢夫人。喜儿，快来。你站住，不能喝。老爷，你多喝点儿。这段时间你审案子辛苦了。嗯，真好，多谢夫人。你看看夫人是怎么关怀咱们的啊？老爷现在混成什么样了都？老爷现在不也掉不了头吗？我看你不是掉不了头，是这倔脾气不肯回头吧？夫人，你看看夫人怎么给我台阶下的。不过有时候我就喜欢你这倔脾气。哎呀，夫人，其实这话，老夫老妻的不说也罢。怎么就不能说了？夫人瞅不冷子给这么一句，我这还……你知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呀？这徐武为什么霸占了黄爱玉，而黄爱玉却不想报官？我觉得啊，这徐武就是能给黄爱玉她所需要的。可问题现在是耿大死的不明不白呀，他才是被冤枉的呀。我跟你说的不是这案子，是人，是黄爱玉这个女人。你想想啊，她一个女人，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耿大，她这一辈子就好比是一潭死水，一眼可以望到底，而这就是她的命。这问题是她也红杏出墙了呀。你看你总说案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呀？你别老看那鸡汤，需要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就是甜言蜜语。夫人说的固然不错，但是我还是不敢沟通。你还是心里看不起女人是吧？没这个意思。
喝什么喝呀？别喝。来，喜儿，你喝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看什么？夫人让我喝的。姐啊，有饭吃没啊？饿了。你看把你饿的，这厨子不在坐着呢吗？你先喝点水。我这都忙一天了。我来，让他来。哎，我问你们两个，这衙役的活儿干得还顺手吗？一开始吧，觉得还挺好玩的，后来吧，也没啥意思。这是个正经差事，什么叫好玩不好玩啊？你这脑子天天就想着玩。是，干好分内的事儿，是吧，大哥？哎，反正我觉得挺好的，至少不用天天打架了。而且我觉得那刘大人呢还行。行什么行啊？哎，你们听我说，黄爱玉判了吧，铁脚李判了吧，那为啥就是不判徐武呢？想想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也好奇这事儿，咋回事？听我给你们分析啊。但是等着让徐武啊拿大价钱买他这条命啊！武子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没吃饭就撑着了。去，看看厨房好了没有？快去，那厨房好多事儿呢。不是我分析，快点去！还有你，你们两个一起去。那后面不是有？快点！哎呀，不是有人做吗？走了，姐。嫂子，坐。武子那个嘴啊，你得好好管管他。哎，看看这个，好看吗？这是你绣的？问你好不好看？好看啊。这个呀是传说中的鸟，叫翡翠鸟。它的一生只唱一次歌。从鸟巢飞出来之后呢，它就一直在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，直到找到了才会停止。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唱歌，一直唱到气结命运，以身殉歌。这只鸟可怜吗？气结命运，以身殉歌。嫂子，我有时候反应慢，但是我不傻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是没有可是啊。这手帕送给你了。嫂子，我……你要是不喜欢就把它扔了，反正我只管送。武子，饭做怎么样了？快了。不是。哎，孟南姑娘。啊。贺世伟，你是想近距离跟我展示你这剑耍得有多好？其实这个呀，它是你这剑耍得不错，好剑。不是，好剑，这是刀啊！大人，这些都是我整理出来的最近3年跟徐武有关的案子。有劳孟南姑娘。我就说这徐武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看这么多案子都和他有关。莫南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大人，我其实了解到一些实情，这黄爱玉啊也挺惨的。我和她经历很相似，都跟着父亲相依为命长大，只不过她比我更惨。她父亲是个酒鬼加赌鬼，
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赌博，没事回家还打他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就把他卖到了青楼。他从青楼好不容易逃出来以后，还被他爹打。后来他爹又给他许配给了耿大，唉，这也是为了抵债。可问题是，他既然许配给了耿大，纵使是不喜欢，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耿大被别人毒死。那他能怎么办啊？报官，大人，这报官能有什么改变啊？是啊，这徐武势力那么大，哎，这黄爱玉一个弱女子，徐武欺负她，她只能忍气吞声。她要是出去说徐武要杀人，这谁相信呀？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，梦楠姑娘，你呀是站在这个黄爱玉的立场上替她着想，但是我们断案子，她得一碗水端平啊。这黄爱玉啊，确实存在知情不报的事实。是啊。虽然如此，但我还是很同情他的遭遇。好，明白了，我们一定给每个人一公道，啊。金捕头，有事啊？您为什么不判徐武？你说呢？跟那箱银子有没有关系？银子呀，银子已经定了行贿案了，现在每一分钱都交到了东昌府公账上，这有明细，你可以过去上账房问一下。大人，那您为什么不判他呀？徐武这几年在东昌肆意妄为，那百姓心里都恨透他了。您要是杀了他，那叫大快人心；您要是放了他呢，那兴许百姓下一个恨的就是您。哎，那这帮老百姓里头，包括不包括你呀？秦捕头，你知道我在京城当这个左都御史的时候，他们怎么骂我吗？他们说我呀，王八咬舌钉。这事儿要让我盯着了，不算完。办个徐武好弄，但你怎么不想想，他背后那棵大树是谁呀？徐武背景这么大呀？当然了，3年5条人命，蔡永昌亲自压下来的，找人替他偷梁换柱，而且上面用的全是济南府的大印。你看看在公堂上那个嚣张的样子，我估计不光你们东昌府，在山东地面上，这都是横行霸道的主儿。那他背后是谁呀？这么支持着他？是卑职欠考虑了。所以呀，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。老爷，老爷，索领土要见你。你看看，徐武人缘多好啊！刚抓进来，就有朋友来看他来了。大树坐不住了，会会吧？走。哟，索大人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恕罪。小人，看茶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茶就免了啊。刘墉啊，我就不跟你客套了啊，我直说啊。我听说你把徐武给抓了。是。人呢？东昌府大牢。什么罪名啊？杀人。证据确凿吗？索大人，您对这案子有兴趣？哎，坐。哎，刘大人，这徐武是什么人？您知道啊？我用不着知道他是什么人呢。你看，反正这案子东昌的老百姓都看着呢。我又是上任第一个案子，甭管他是谁，我也得把他抓了。新官上任3把火嘛，我不得烧得热热闹闹的啊？你看你。这徐武不是咱们东昌府的商贾首富吗？啊，又是日昌钱庄的大股东，咱们山东和朝廷大大小小经济上的事儿，全是由人家相助。啊，3年前涂州闹造反这事儿，不也是人家徐武吗？给东昌府提供钱粮，才得以镇压吗？
为这事儿朝廷还特意嘉奖了人家。如果今天你要不依据事实胡乱断案，你毁了人家徐武的声誉，将来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？哎呦，索大人真是费心，还替我打算。那您觉着我该怎么办呢？正好啊，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忙。您说，只要能帮上忙，无不尽力。哎呀，是这样，这个军营啊，最近死了一个士兵。据调查吧，说也跟徐武的佣人有关系。我是这么想啊，我想把徐武带回去啊，配合调查。哎，我是管你借人啊，我就借5天，审完了我就把人给你送回来。还有啊，你不是收人家徐武这是吧？心意嘛。哦，您说那银子呀？他那叫心意呀，他那叫没诚意。就那么点银子想收买我，这就叫骂人。哦，对了，索大人，我忘了告诉您了，我把他那笔银子呀，充到东厂府公账里了，正好替衙门拉回点亏空。哎，索大人，这是我到东昌的第1桩案子，您干什么呀？这又说情又借人的，您这玩笑就开大了啊！哎，我这是开什么玩笑啊？我这是啊，这徐武现在不是还没判呢吗？案是没判，那是因为有其他案子在查，等查齐了一块儿判。你看看，就是啊，这2个案子搁一块儿，这不正好吗？这不，来人，来，把徐武给我带走！慢着，私抢大牢视为劫狱，罪加一等。刘墉，干什么呀？想动手啊？索大人，您强行带人，我难逃责任呐。什么叫强行带人呢？我这不是光你借人吗？好，您说他有问题，把卷宗给我，我一并秉公处理。要什么卷宗啊？啊？怎么着？给脸不要脸呐？放肆！看什么看？立刻把刀放下，否则杀无赦！哟，哥哥，索伦图，给哥哥请安。让你起来了吗？怎么那么大火气啊？刚才骂谁不要脸呢？不会是骂我们家老爷吧？没错，总兵大人是在骂老爷。哥哥，我是在骂我的下人呐。下人？这谁是你下人啊？行了行了，索大人也就是随口一说啊，夫人不必动怒。起来吧起来吧。索大人，请夫人息怒吧。啊，哎呦，哥哥息怒，哥哥息怒。看在我们家老爷面子上，我今天就饶了你。起来吧。好嘞，谢哥哥，谢哥哥。索大人，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奴才告辞，奴才告辞。哎，不错不错，索大人。老爷，你再怎么说也是额驸，皇亲国戚，他索伦图怎么能难为住你呢？哎，你在官场上，夫人不能老提这个，这说多了让人笑话。谁敢？他笑话你什么？怕老婆啊？哎，那倒无所谓，啊，老婆爱说说去吧，我不在乎。真是这样啊？当然了，我是说呀，老提这事儿，人家会觉着我拿夫人当挡箭牌，你这时间一长，这就成了仗势欺人了。这么说，我这身份倒害了你了？没，那倒没有。站住！我之前跟你说的事儿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女人到底需要什么呀？甜言蜜语。你想明白再来吧。夫人刚才说什么？你想明白了吗？没有啊。
你去把秦捕头找来。徐武的好朋友索伦图不是来看他了吗？咱们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武啊！快去吧。好嘞。刘大人，您想明白了没有？现在放我出去还来得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咱们将来还是朋友。交不起你这朋友，3年5条人命，我砍你10回不冤吧？我告诉你，徐武，今儿你遇见我，老天爷都救不了你。哼，别吓唬我了。我知道，您是京城贬下来的官儿，在山东这个地方，除非是皇上亲自下来，要不然，甭管大小，所有的官员到这地方，都得吃我徐武一顿饭。可惜呀，徐武，你被关到今儿个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来替你说情，就打哈苏，没事就找我，老说呀要把他跟你这点事儿跟我说清楚了。哼，这帮白眼狼！哎，你花钱交的朋友吗？你还当真呢？哎，也别这么说，你还真有个朋友，舍死忘生的替你说话。谁呀？索伦图啊。哟，我瞅你听见这名儿还不得高兴。当然了，他想把我怎么样？救你啊！不过他说了，说你呀跟他那兵营里俩士兵的死有关系。所以徐武，你自个儿算，你出去比在这儿安全不到哪儿去。说吧，你想套我什么话？我知道你手里有东西，要不然索伦图能来救你吗？这么着吧，买卖人嘛，跟我谈笔生意，这能听明白吧？好啊，那咱们就别绕弯子了。说到底还是银子的事儿。我当初要是银子使足了，不是也没今天这出了吗？这么着，老规矩，我给你家乡修缮祖坟，外加捐100万两银子，你放我走。就这老规矩啊？您的上任知府蔡永昌，还有您上任的知……行了啊！现在我是知府，按我的规矩办。好，300万两，500万两。行了，你听听我的规矩啊。那我就听听，您什么规矩？吃多少，你给我吐多少。刘大人，那您总得说个数吧？总不能把我这条命给搭上吧？哎，那看你的，徐武。你不是会算账吗？这事儿你得算算，算出你自个儿这命啊值多少钱。刘墉，你可别太过分了。你可以不答应啊。那得看你这儿有什么必须让我答应的条件吧？你还敢跟我谈条件呢？哎呀，徐武啊，想想吧，啊，你也替别人想想，都甭替别人，你替你上边的人，你想想，就你手里那点东西，就他，值得为这点东西救你吗？自个儿琢磨吧，啊。混蛋！混账王八蛋！
刘墉，奶奶的欺人太甚！我得把这口气争回来。大人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刚被贾御史折腾完，山东官场人人自危，都在观望。如果刘墉拿徐武开刀，那很多人……所以说呀，得想办法保住徐武啊！大人，您怎么想？屁话！我知道还问你啊！大人，以卑职之见，现在当务之急，先把徐武救出来。怎么救啊？大人，属下可以安排人摸进府衙大牢，将徐武救出来。有多大把握呀？只要大人您一声令下，明日清晨即可见到徐武。好，就这么办了，快去！是。大人，息怒，息怒。这个索伦图胆子真是太大了。刘大人，你说要不是格格及时赶到的话，他是不是真敢拔刀抢人？这还真不好说。索伦图这个人呐，当兵的出身，身经百战，那经历的事儿就太多了啊。但是你想想，这徐武对他得多重要啊！他居然到府衙来抢人，啊！大人，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人手加强巡逻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轻易进出大牢。做得好，现在看明白了，这徐武啊，还真是咱们在山东打开局面的重要的一扇门。这扇门要关上，咱们暂时还真没招。刘大人，你说要不要我去探一探这个索伦图的底？别介，用不着。咱们呢初来乍到，索伦图呢怎么也得拉一山膀给大伙看看，这就是做态。不着急，看清楚他们关系之前，咱不动手。可咱们也不能太被动了吧？见招拆招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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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下！这两个人死活不张嘴，不过能看出来是两个军士，不用问，也知道是索伦图的人。刘大人，要不然咱们直接把人杀了，给他们送回去，让索伦图知道咱们也不是好惹的。不可，万万不可激怒索伦图。索伦图既然是偷偷派人进来的，这说明咱们没猜错，他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有所顾忌。咱们要利用这个顾忌，尽可能多争取时间。徐武那边安排怎么样了？已经转移到密室了，项武正盯着他呢。这个徐武一天不开口，咱们就为难一天。刘大人，要不要来点硬的？不必了。角力不为行，贪官不必赃。徐武若是开口，那是为了活命的。如果时机不对，他宁可把秘密带到坟墓里去。好，那两个士兵怎么办？等着索伦图来要人。废物！人不但没救出来，还搭进去俩，怎么回事啊？人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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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大人，没想到刘墉早有准备。带上人，跟我去东昌府衙。大人，这样不妥吧？没什么不妥的，我得给刘墉点颜色看看，否则他真把东昌府当成自己家了啊！传令下去，把东昌府衙给我围了，不交出徐武，谁他娘也别想离开东昌府！上！外面什么动静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好像有很多官兵。真的吗？就是啊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索伦图带兵把东昌府给围了。什么？世才，去把我枪拿过来。大人，我去一趟巡捕房准备一下。冷静，冷静。秦捕头，
你去把那2个兵士给我带来。是。跪下，跪下！放肆！竟然敢在我面前杀人！左伦图，给格格请安。左伦图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造反啊？奴才不敢。格格，经过调查，这2个人是山上的响马。最近因为徐武被抓一事，江湖上传言说，能救徐武者赏银100万两。这些响马们闻风而动，奴才担心格格的安全，所以特意派兵驻守东昌府。一派胡言！这2个人明明是你的手下，关徐武和响马什么事儿？请格格明察，这2个人确实不是我的在册士兵。这乱扣帽子的罪名，奴才担当不起呀。你，罗大人，擅为府衙，这可是杀头的罪过。刘大人，戍卫东昌府和格格的安全是我的责任。如果因为响马救徐武而导致东昌府和格格出现了任何差错，那就是我的失责。这事儿，皇上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可没法解释啊。所以，请刘大人多多体谅我的苦心，就让府里的人都出来吧，到我的兵营临时避一避现在的风头。我看不必了，索大人啊，你这儿围着这么些人，我看这儿啊比你的兵营还安全的。这么老些兵，哪个响马敢进来呀？不过我想问你一句啊，索大人，为一个身负6、7条人命的囚犯，你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？啊？大动干戈？刘大人，如果格格在山东真的出现了什么差错，别说末将，就是山东所有的大大小小官员都要遭到皇上的申斥。因此，还请格格多多体谅奴才的苦心，除非把徐武交给我来保护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危险。索伦图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是在要挟我吗？奴才不敢。格格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把他给解决了，看谁还敢造次！不可放肆！索伦图，你当真要徐武？刘大人，我这完全是为了您和格格着想啊。好，那就多谢索大人保卫我们，费心了。副官听命。是。从今天起，为防山贼潜入，禁止一切官民、注册人等出入。违令者，斩！